秋天到了，即便是大中午顶着太阳，也没有那么热了。小风嗖嗖地吹着，在菜园里边溜达溜达，还是挺舒服的。夏天的菜园已经走进尾声了，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看最后的样子，也聊聊这一季的收获和遗憾。今年种的最好的呢，就是这一片的鲜食毛豆了，现在已经都干了，结成黄豆荚了。看看地上已经有黄豆的种子掉出来了。等下呢，我会把这些豆子都连根拔起来，然后在塑料布上给它打一打，把豆子都打出来，就可以收下来。等到冬天的时候，可以做豆浆了。其实昨天呢，我们还是拔了一些来煮鲜食毛豆的，像那些青皮儿的或者是发黄的，把它煮一煮，里边的豆子都还是可以吃的。我去后边看看还能不能找到那种可以当毛豆来鲜食的。像这种呢，大概率多煮一会儿还是可以的。看上边都已经干黄了，这种就只能当干豆子了。看来真的是得收了。刚刚在走的时候就听见豆子噼啪的声音，是这种豆荚已经弹开，豆子已经掉下来了。看看，这是刚刚掉在地上的小豆子。这些豆子呢，本来是当鲜食毛豆，同时也做覆盖作物、抑制杂草、保养土地用的。可是它新鲜的时候，我们拼了命的吃，也没有吃过来。当时本来想着给它拔下来，把豆子弄下来，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冻起来，但是感觉还是挺费功夫的。想想就是能吃多少就拔多少，收多少。然后剩下的呢，就像现在这个状态，就把它当成干豆子来收起来就行了。看这边自己裂开的豆荚还挺多的，这种豆子挺饱满的，也可以留一部分，明年春天的时候继续当鲜食毛豆来种。这种鲜食毛豆要是买种子的话，价钱还是挺高的，所以留一些自己种呢，也是比较划算的。哎，这边还有一点儿，像这种样子的，就可以把它扒下来，然后水煮鲜食还是可以的。上边的就不行了。整体上来说呢，种这些豆子的收益还是挺高的，所有的目的都达到了，不管是鲜食、留干豆子、抑制杂草、保养土地，还是留明年的种子，都是完全的达到目标了。像是它们自己掉到地上的呢，明年春天的时候也会野生出来一些。这样的话，让菜园里边这种自生自灭的蔬菜呀、资源啊什么的更加丰富了。要说一点点小遗憾呢，可能明年春天的时候，我还是给它分成2批种植吧。这样的话，它鲜食毛豆的时间能够更长一些。虽然现在这种品种呢，它整个的收获期也得有1个多月吧，就是可以鲜食的程度。但是如果再分2批的话，那可能能延长到1个半月到2个月，那样的话鲜食的时间就更长了。还有就是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还是把它收起来一部分，冻在冰箱里边。这样的话，鲜食毛豆冬天的时候也有的吃了，就不光是收豆子可以吃豆浆了。最近的雨水是特别少了，我这边在人工的给果树浇着水。这些是樱桃树，发现我这个区域樱桃真的是属于比较难种的树品种之一了。继续给移到下一棵来浇一浇。再有一个比较有成就感的就是番茄了，不管是大番茄还是樱桃番茄，这整个夏天到秋天都收获了好多。这是其中的一颗樱桃番茄，哎，都已经把整个笼子压倒了。这边看这儿还挂着好多。其实现在早已经过了夏天、秋天这个盛果期了，叶子都已经干了，但是上边的樱桃番茄还是挂了不少。这边还有大番茄，这后边还有几棵我种的时间稍微晚一些的，看看现在这番茄还都是青的，这整个收获季也会延长好多。这边的这棵也是，它们是不同的品种。这还有一个。这个已经黄了，下边有2个大的已经被我前几天摘了，这2个也差不多了。这边还有几个个儿大的，这边还有，上面还是挂着几个。那边就是早期的了，基本上都已经没了。上面零星挂着几个，等到成熟了之后也可以摘下来。像这一片，
这大概还有最后的1到2批吧，个头还是不小的。下边还挂着一点儿。今年这番茄最大的遗憾呢，就是没有给它好好搭架子，然后也没有给它好好的整枝整蔓，结果就导致好多番茄刮大风或者下大暴雨的时候都倒了，也没给它及时扶起来，所以损失了不少。不过怎么说呢，我们囤积的到明年这种冻在冰柜里的番茄也都已经足够了。前一阵子处理了几批，结果冰柜里边已经放不下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太多的遗憾了吧。等会儿可以去大菜园外边再看看那一批的大番茄和小番茄，那个可能遗憾会更多一些，主要是没有时间摘，浪费了挺多的。这边我这儿有一个新的树坑，是这2天挖的，早晨又铲了铲。不过去苗圃的时候，发现它秋天的果树还没到，可能大概得再过个1周到10天的时间，我再过去，它那边新的果就到了。我是想在这个空位呢，再种一棵欧洲梨，这是一棵小的欧洲梨，明年或者后年吧，怎么也会开花了。今年秋天这儿再种一棵，让它们2个能够交叉授粉，提高产量。欧洲梨呢，好多品种它都是要不同的品种来互相授粉的，否则的话，或者是不结果，或者是产量极低，所以种植的时候还得多注意一点。像旁边这一片这种纯的毛豆覆盖作物，看跟刚才的那个鲜食毛豆比起来，这豆子数量其实也是不少的，但是个头就明显小多了，而且里边的豆子也偏硬，口感也没那么好，是能吃的。但是这种豆子呢，吃起来或者是将来收干豆子，收益性都不大，所以我基本上就不收了。有鸡的时候呢，可以把它拔下来，等到干一点喂鸡；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让它在园子里边自生自灭，主要就是抑制杂草，保养土地。这边也是，看看种它们的地方，几乎就没有太多的杂草了。而且可能大家都知道，豆类植物它的根部是有根瘤菌，根瘤菌能够起到固氮的作用，所以种过豆子的地呢，它的土壤会越来越肥的。一般你看，在外边农场，他们在种玉米和种豆子都是轮流的，比如今年种玉米，明年就种毛豆。我这菜园呢，也大概会遵循这种轮作的原则吧，像是今年这些种糯玉米的地，明年肯定就是种豌豆或者是毛豆了，不会用来再种玉米了。那一片也是，像这种种毛豆的地方呢，就可以适当的再种上3、4排的玉米。不过这个位置不是空间很大了，所以玉米明年应该种不了太多。玉米也是，其实今年种的这3批，这2小块也是足够了。我们囤玉米也是把冰箱里边都囤满了，冻了不少。看这最后的这一批，还是有一些个头比较小了都。其实像玉米、毛豆呢，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种的了。基本上准备好了土地，种上种子，分成2批到3批之后呢，大概是等它长到10几厘米、20厘米的时候，做一次中耕除草。理想状况呢，再施一次肥就差不多了。其他的像我这地区啊，什么浇水啊之类的，就完全不用管。最后都能有很不错的收获。玉米呢，每个玉米穗可以有1个，如果是肥力足够的话，长2、3个大的，长得比较好的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毛豆就更是长得非常旺盛了。今年的西瓜呢，我们这一小片地大概也是种了得有10个品种，所以各种各样的口味的都吃了一个遍。像这种大型瓜呢，其实它芯儿的这部分是黄颜色的，虽然没有那种红色瓜甜，但是口感呀还有色泽还是挺让人惊奇的。现在还有收获。其实西瓜要是种得早的话，大概从6月份就可以有收获了，那种早熟的早春红玉什么品种。这种西瓜长到9月份，大概率就都是歪瓜裂枣了。再往后长的可能形状啊各方面就都不如早期
或者是成熟期、盛果期的了。看这边，后续还有一些小个的。这边这个熟了的瓜，给它摘回去吧，不想等它再自然生长长裂了。看这瓜长得形状相当不错。这边还有一些小瓜，看看，这边叶子都有点蔫了，可能还是最近旱的。这个瓜跟它们比起来还是大不少。左边的这是中型品种的，应该是麒麟瓜，右边这是小一些的。我看那边应该还有早春红玉吧，那是小型瓜。这儿还有小不点的瓜在结着。这西瓜呢，各种品种的都种一种，什么大型瓜、中型瓜、小型瓜，早熟的、晚熟的，可以在同一时间都种一种。这样的话也能达到持续收获的效果，因为它瓜的生长和成熟周期不同品种，它这个差异还是挺大的。如果不想分两批种的话，可以选用不同的品种，或者就是如果喜欢某类型的品种，也可以分成两批给它种。这样的话，就是能延长很长的收获期了。这家里边后院种西瓜呢，总体上来说不是非常的困难，只要有一定的经验了，那种起来基本上是能做到年年都比较成功的。但是西瓜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它成熟了之后会结好多，然后你除了生吃的话，没有特别好的办法。像我们以前还会拿西瓜做西瓜酱，像这种瓜，可能大概10几个、20个，也就做一小罐的西瓜酱。我们现在还有前几年的西瓜酱在冰箱里冻着呢，最后也是吃不完，所以后来干脆就不做了。这最好的办法呢，就是种够吃的数量，然后分批种植，每个时间段都能吃上就可以了。后期呢，也可以留一些，因为放的时间是可以的，尤其是在冰箱里边能够放比较长的时间。这边这一片种的是甜瓜，甜瓜在之前的视频中给大家展示过了，今年的收获也是相当的不错的，现在都已经没了，都干死掉了。其实甜瓜呢，没有太多可说的了，说说遗憾吧。今年可能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摘瓜摘的有点晚了，像这些看看都已经烂掉了，好多都是被虫子咬啊，或者是被一些小动物啃了，然后还有一些就干脆是裂掉，招了好多蚂蚁。主要就是成熟了之后要及时的摘，如果稍微耽搁1、2天的话，很可能这瓜就要不了了，就只能喂鸡鸭鹅，或者就让它烂在地里了。今年我的菜园呢是没有种太多的菜，主要是种一些易于管理维护的，还有就是自己平时喜欢吃的，大概就几类吧。现在这个时候长得比较好的，可能就是冬瓜了。看现在小冬瓜陆续的都开始成熟了，随便翻一翻，就到处都是挂了白霜的这种。像这种立着长的形状会更好一些。那边还有，那还有一个小尾巴。然后看远处呢，其实草丛里边还有不少。这边也是，看地上的小冬瓜。所以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就推荐过这种小型冬瓜品种。这种冬瓜呢，收起来每次吃一半，或者是家里人口多的话，可以吃一整个，没有什么负担。不像那些大冬瓜，你切了之后呢，吃不了。这天气暖和的时候也不太好放，就容易坏掉。但是大冬瓜有一个好处是，冬天的时候，在比较阴凉的地方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。小冬瓜呢，相对来说保存时间就晚一点。看那底下还有，这边再找找，这草丛里边，啊，这还有2个。这小冬瓜呢，基本上也不太需要特别好的照顾。你看我今年的这几颗小冬瓜，就随便种种。当时因为出去度假，好长时间。大概4、5周的时间没管它，都被野草淹没了。后来把草清了清，浇了点水，那小苗缓过了，就让它自生自灭了。当初本来还想着给它施点肥，但后来一直也没去店里买到实的肥，所以干脆就什么也没管，
这现在结的也挺多，看这儿还有，这边还有2个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这个个头不错。这些就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吃还有留作冬天储存的这数量了。不过这个时候成熟的呢，大概率也没有办法储存，大概要等到9月底吧，那一批成熟下来的捡好的，放在车库或者地下室，还是能放挺长时间的。储存好的话，像我去年有一个冬瓜，一直放到了3、4月份吧，都是完好无损，还是可以吃的。最近是特别的干旱，我看后面几天可能也不下雨，所以我就把这些果树都分批的浇了浇。昨天是把这边的软籽猕猴桃给浇了浇。这些东西今年也是没怎么管它，可能冬天的时候我稍微修理修理，看看明年能不能结果吧。看起来今年长势，就这种枝条藤蔓的长势还可以。这一排枣树呢，今年我本来也不指望什么了。当初春天、夏天那会儿正开花的时候，因为不在，所以缺水干旱，导致那些花都干死掉了。后来前几天发现呢，这棵枣树居然还挂了一些枣，这也算是意外的惊喜和收获吧。这边也是，但是像我这种山地呢，还是保水性有点差，得经常的浇水，否则的话这枣就很容易干掉。即便是坐住了，后边一干也会掉，而且即便是都长起来长大了，后边只要干那么一次，就会发现它这个枣的口感会差好多，也就不好吃了。所以这枣树呢，还是要靠水来养啊。想明年要是还有计划出去度假的打算呢，那我确实得考虑一下，把给枣树的滴灌做起来了。像我之前这旁边是放了滴灌带的，但是这种滴灌带呢，它这种水量好多都在中间的这些地方浪费了，而且滴水量在枣树周围也是量太少了，所以效果不明显。还是要专门弄那些枣树的，拉一根管子，然后把几个滴灌放在枣树的树冠周围，大概4个点吧，让它持续的浇，这样应该效果会好一些。还可以结合着施一些叶肥，这样能让花坐住，让果实膨大，最后能有比较好的枣树的产量和口感。再来看看葡萄吧，葡萄在我这区域呢，可以算是相当的不好种，主要是病虫害的原因。那现在这批的葡萄都已经熟了，这葡萄的味道还是不错的。看，这是完全成熟的。我一般会把它洗一洗，然后从这儿把里边的果子挤出来，里边是特别甜，外边皮就不要它了。口感相当是不错。葡萄呢，在这地方真菌感染特别严重，看这叶子上。葡萄上一样都是这种感染的痕迹。我本来想着，我干脆用一些这种化学的药来控制，后来想还是算了吧，没必要。这个为了葡萄的产量啊，还有它这种外观呢，让它用这种化学的东西，万一有药物残留，那就有点不值当了。你看，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斑衣蜡蝉啊，这2年是特别的严重。即便是逃过了真菌，这斑衣蜡蝉现在我也没办法啊，它用任何有机的方式都对付不了。真菌呢，如果要是用有机的铜皂呀，或者是一些生物的杀真菌、杀细菌的那些，然后再配合着苦楝油那些，如果喷的勤、喷的合理的话，应该还是能防住的。但是这种斑衣蜡蝉确实是没什么招。刚才开头的2颗是那种黄绿的葡萄，后边呢是这种紫红色的，这种呢就没那么好吃，那种比较酸一些，大概是做葡萄汁儿或者是葡萄酒会好吃一些。这明年呢，我还是尽量的用有机的方式，用那几种典型的有机的防虫防菌的药剂，给它每隔1周到10天喷一喷，后边再考虑适当的时机给套一些袋儿。当然，
还有一个就是这葡萄产量太大了，还是应该尽可能的多疏一疏果，让每一串上边的那个葡萄能长大一些。这疏果不够的话，这葡萄长得有点小，最后吃起来也没那么方便。刚才尝了一个那红的，其实味道也还可以，但是跟这黄的比起来，那甜度还是差远了。我这批葡萄呢，觉得选择比较成功的地方就是用了这种2层的这种结构，然后让葡萄保持一个很小的体型，这样不管是给它剪枝呀，还是给它打药，或者将来套袋疏果什么的都很方便。就站在这儿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够到了。看，这是上面这一层，现在这个木头有点歪了，当时考虑的时候不是很周到，边上的呢应该这边再拉一根钢丝给它固定在地上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被这沉重的这葡萄给坠下去了。当然像从第2根开始就没有这种问题了，因为2边都会拉它嘛，受力均匀了。还挺好吃，等会儿摘一些洗洗拿回去。看从远处这些葡萄架，看黄黄的叶子也是有秋天的感觉了。你像我这些葡萄直接摘下来就从这儿挤出来就可以吃，这就是有机种植的好处嘛。如果我要是喷了那些接触式的或者是内稀式的各种各样的农药的话，哪怕过去1个多月，我也是不敢这样吃的。像这种，我大概是在1个多月前吧，应该是喷过苦楝油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毒性，然后到现在这么长时间，早就代谢没了，所以现在吃起来就安全一些。当然，最好呢还是给它洗一洗。又该把管子换一些位置了，继续浇下一棵的樱桃树。这边春天种的各种各样的香草，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越长越漂亮了。看这种爬地的迷迭香，把整个菜床都盖住了。薰衣草的小紫花也都开了。百里香呢，现在已经过了它开花的盛花期了。鼠尾草的叶子，这边的牛至也是像迷迭香一样的这种爬地型的品种，把表面盖得严严的。韭菜花，第一批的嫩的韭菜花我们已经摘下来了，做了6小罐的韭花酱。这一批呢，长得稍微的老一点的呢，后边下周吧，我们把它摘下来，再做一些香菇、韭花、辣椒酱。这边是上一批摘下来的那些嫩的韭花，这种呢后边就可以给它割了，等着长新韭菜了。像是这2种韭花相关的酱，也是我们每年必做的2种。这到了秋天呢，又到了紫梅豆开始成长的季节了。看这小紫花还挺漂亮的，再过一阵子，上面就开始有紫的梅豆的豆荚出来了。我现在是2边同时浇着果树，这一边浇的是无花果。看现在无花果果实都也已经膨大起来了，还是比较干旱。当时说施实的肥，也是因为一直没出去店里头买，所以导致到现在都没施肥呢。今年的果实长得比去年就要小多了。不过无花果呢，得到后边膨大期，到膨大期之后，它一下子就会大好多。之前留下的每一个分支上面都已经结了好多果子了。哎呀，把这水移到下一棵，这躺倒在地上的，这也结了挺多果子。看这上还是好多的。到最后呢，还是得那些见光好的果子会长得大。这种，还有这个分叉，这上边也是每个节点都有。这边呢分叉太多了，所以导致它每一个分叉上面的果子就会小好多。可能后边还是得给它再把一些多余的枝打一打，感觉还是枝条太多了。这后边这儿还有，下边那一棵，这棵上边的果实好像还没有结出来，不知道这一棵今年还能不能长了。仔细看还是有一点的。现在就看有些品种的无花果可能不适合这种比较冷的地方，结果太晚了，可能最后不够成熟的时间了。这一棵呢是那棵波姬红，看来这种无花果不太适合我这区域，
春天的时候差点没死掉，后来好不容易发出芽来之后呢，第一批的芽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死了一大片，这后来又长出了一些。这个看现在这长势，今年到霜降，可能连木质化的机会都没有了，而希望能够保住根，明年接着长吧。看我这边的地上，遍地都是这种蜂巢西红柿，这种小的樱桃番茄，一大片一大片的。当初想给它把架子搭起来，最终还是没做，因为实在是没抽出时间来，而且也不好弄了。还是要趁早，应该在小苗刚长出来，膝盖高，第一次给它整枝整蔓之后，就要把架子该搭的就搭起来了，否则到后边越来越难弄，也就越来越不想弄了。其实这一批呢，我们连摘的时间都没有了，而且量也太大了，摘不过来。让2个小朋友过来摘，每次就只能摘一点点回去，然后他们就懒得动了。像后续长出来的呢，个头是越来越小，因为毕竟没有施肥，也没有给它再整枝整蔓了。否则如果是搭起架子的话，那这一批西红柿到现在其实还是能有不错的个头的，尤其是在适当的给它追肥的情况下。不过量大呢，也没必要这样做了。产量再高，没时间收，或者是用不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了。明年能做的呢，就是少种吧。春天的时候总是想育苗，然后想着一盒育苗盘就给它育满吧。结果那一盒的苗呢，种到我们地里边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吧，基本上就是怎么吃，然后外加上送人呀，或者是冰柜里冻，都是吃不了的。看这边还有这种野生出来的姑娘果，这种小的，味道是挺不错的。2个小朋友有时候也会过来捡一些，然后就地扒开外边的皮就给吃掉了。喜欢的人还是挺喜欢这种口味的，相当不错。再来一个。今年我们吸取了往年的经验，辣椒呢种的是非常少了，就种了几棵。但是最后呢，也是吃不了的，因为现在吃辣的能力越来越差了。当初种的时候没觉得这个辣椒是很辣的品种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长起来之后，感觉要比预想的辣好多。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吃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。不过这些辣椒呢，慢慢的都红了。一个成功的经验是，今年种在这防草布上边，然后辣椒红了之后呢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病菌，也不会沾到泥土腐烂，所以可以让它在这上面长的时间长一点。然后我们给它收下来晾一晾，可以晾成辣椒干，或者就是给它做成剁椒酱，应该都是不错的。我估计按我们的时间，大概率会给它晒成辣椒干吧。我们这边天气呢，虽然经常就这阵子呢好长时间没下雨了，但是你给它晾辣椒干也是挺困难的。可以中午下午的时候晒一晒，然后主要还是得靠这个果蔬烘干机要给它烘干，否则的话靠纯晾是很困难的。看这辣椒长得多好呀，红红的。这边这些是青黄色的，这是那个梦想青甜，这成熟了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这边摘2个个大点的，这个口感是清甜的，跟它的名字一样，特别好吃。尤其是我们今年种了几个品种吧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这种青绿色的，那还有紫色的，4种给它拼到盘子里边，整个的那个色泽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这边地上还能找到大一点的西红柿，这还能找到这种很小的甜瓜。这边是小型品种的，这还有，这还有一颗大番茄，看看这个大个儿。现在手上没有空间了，等一下把它摘下来，
这个要再等1、2天，可能又烂了，该浪费了。那边也还有青的，个头也还可以。看这边，这是大一点的小番茄的品种。你看这种黄色，跟刚才的蜂巢的黄色是不一样的，口感也是不一样的。各种各样的樱桃番茄给它放在一起，然后吃的时候呢，每种都拿一拿，最后到嘴里的感觉是各式各异的，不同的风味。这边丽丽还种了一些西瓜，但是我估计是忘了浇水了，现在有点干。等会儿我浇水浇到这边的时候给浇一浇吧。但是现在从时间上看呢，感觉是有点晚了。现在如果是长起来结小瓜了，那应该还行。我像这棵呢，才刚刚开花。这整片种西红柿的地方本来是用防草布铺置的，然后中间这儿有一片它是没有防草布的，所以就长了好多杂草。再加上西红柿没有搭架子，它倒过来倒到这边也没法除草，所以导致现在这草已经长很高了，也没办法。要是除草呢，就只能把这些西红柿都清理掉了，就浪费了。看这草里边还是有挺多的青的西红柿，最后起码还能再收几批的。这一片的经验教训呢，就是明年再种的时候还是减少数量吧。然后最终呢，给它整枝整蔓做好，架子搭好，除草也弄好，就是保证每一棵都有充足的产量，数量稍微少一点。其实有时候挺矛盾的，就是你要是种的量大一点呢，可能费的时间反而更少，因为不太用管它，就有大量的收获。要是种的少一些呢，就要投入一些精力去照顾它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它的产出才能够自己家食用，并且能够满足一部分的储藏的功能。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感觉呢？其实这边好多的农场，还有一些采摘园，他们会采用这种大批量，然后少维护、少管理的措施。也有可能是北美这边的土地不值钱吧，就是说这边是地特别大，然后地的肥力呢也比较丰厚，所以长东西不是问题。但是这边人力实在是，像农场呢，你找人去精心的维护，那负担还是挺大的。家里边不用找人，自己的负担其实也挺大的。种的少就能维护过来，种的多了呢，就能保证产量，同时维护不过来，但是也不用太担心，因为产量够了就够了。这一整排今年种的毛豆覆盖作物，我感觉也是比较成功的。以往这个时候，这一片早就杂草丛生了。你不管当初是种了什么豆角啊、豌豆啊、黄瓜呀，或者是西红柿，不管种什么，这个地方周围都会长好多的杂草。但是种了毛豆覆盖作物之后呢，就几乎是一根草都没有。再相比西红柿的这一边，这全是杂草了。益草能力是没得说，而且能保持水土，保养这块地。同时呢，又结了好多的豆子。这个毛豆覆盖作物比刚才大菜园里边的结的豆子还要多好多。我就等它最后这些豆子干掉了，干掉之后，让它在这块自生自灭。然后有一部分呢，就把它拔下来喂鸡鸭鹅。这块有2棵，不知道是谁拔下来的。看每一棵毛豆覆盖作物长得好的话，几乎都是从下一直到上，这全是豆子。看里边的时候，因为叶子多嘛，所以不明显。这2棵拔下来之后，已经叶子干掉的，那看着就特别明显了，所以非常值得种。然后到了这个季节呢，果园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了。现在唯一还有的就是这小的富士苹果树上还有几个苹果，这苹果也是滋味十足。这苹果现在成熟度不是很够，但是甜度已经是可以了，其实是可以摘回去吃了。然后就是柿子，这柿子前几天上面还有3个，今天过来看呢，又基本上都掉了，这个掉了，这个掉了，现在就只剩下这1个了。哎呦，这个是在地上。
柿子不知道要长到多大的时候，上面的果子才能很好的坐住，估计明年会有希望吧。柿子树长得真是太慢了。不过呢，柿子树的好处不怎么招病虫害，然后也比较容易打理，就是要有耐心，让它自己慢慢的长。其实要是没有松鼠的话，我这梨树上边现在还会挂着梨，因为像这棵梨树，它是那种晚熟的品种，是长成很大的大梨的。但是松鼠不停的偷啊，如果留到现在，早都被松鼠摘光了，我们一个也尝不到，所以也是迫不得已，没办法。明年呢，这些树长得再大一点，我把它按照之前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，我再试验一下，给它好好的保护起来，争取能完全防住松鼠吧。到明年的时候呢，这些树的产量应该也更高了，再加上防护，所以留给我们的应该会更多一些，就不太怕松鼠了。我这边又挖了2个树坑，这儿有一个，外边那儿有一个，是打算种2颗新的亚洲梨。我是定了那个比较有名的秋月梨，还有一种秋月梨和韩国巨梨杂交的品种，个头特别大的，2颗，一颗种在里边，一颗种在外边。不过那都是2026年预定的，它到2026年的春天才发货，等明年了。大家今年夏天种的菜都怎么样？有没有特别成功或者是失败的经历？欢迎留言，也和我分享一下。另外，秋天到了，这些夏菜收获之后空余出来的土地，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秋天的种植计划了？可能那些耐寒的蔬菜也都可以种起来了。我也在琢磨着，像刚才那些毛豆地收了之后，还有枣树旁边这些空地空出来，是不是也翻一翻，给它种上萝卜、白菜、豌豆、香菜之类的那些耐寒的蔬菜呢？我看看后边的时间情况吧。